丛林之王终于来了，在乌克兰的战场上，不少人已经看到了 CV90 的身影，当然也有他被击毁的视频传出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很多武器到乌克兰战场都被打出了原形，这个说法并不正确，战争损耗无可避免。在不同的环境中，所有武器都有被摧毁的可能。在开阔地带摧毁一辆 CV90 并不难，但是在森林里，坦克恐怕也只有挨打的份。2011年，在瑞典的一次陆军演习当中，模拟瑞典的蓝方部队损失了48辆 CV90 步战车。从这项数据来看， CV90 好像很弱，但如果你看到红方部队的数据，肯定会大跌眼镜。红方模拟的是俄罗斯军队，共损失81辆 BMP-3 战车、36辆豹2坦克以及数辆 T90， 最终蓝方大获全胜。豹2大家都不陌生，它是世界上性能最好的坦克之一，但是在那次演习时，还是被 CV90 打得晕头转向。可能有人会很好奇，坦克和装甲车无论从火力上还是防护上都不是一个级别，为什么 CV90 能吊打坦克呢？就在那场演习结束之后，瑞典陆军少校马格努斯·弗莱克瓦尔向大家揭幕了蓝方获胜的秘诀。他说，如果是平原或巷战，蓝方也就是 CV90 一方绝无胜算，但是当双方的步兵战车在树林里相遇时， CV90 被证明大大优于 BMP 和豹2。弗莱克瓦尔还说，在茂密的树林当中，红方的 IFV 很难有效使用其反坦克导弹，而蓝方的 CV90 40毫米机炮配备 APF-SDST 弹药，在这种地形下灵活性很强，效率很高。从马格努斯·弗莱克瓦尔所揭露的内容可以看得出来， CV90 不仅在打击同行的能力上是很强，占据环境优势，它还可以轻松猎杀俄军主战坦克。CV90 需要编排坦克进行作战，被当作坦克的辅助车辆时，它们的火力输出为1+1大于2。可是，一旦把它单独拿出来，抗压能力就急剧下降，除非把它安排进丛林里。而乌克兰东部地区刚好丛林密布，由此很多关注俄乌战场又了解 CV90 的人就认为 CV90 将在乌克兰东部的丛林中发挥出巨大的优势。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乌克兰陆军如何来使用这批 CV90， 以及它为什么在丛林里能占据优势。先说它的丛林优势，和大多数欧盟国家的陆军一样，北欧3国的陆军核心主战坦克也换成了清一色的德国货，先后分3批，共计465辆的豹2 A5、A6， 成了这些国家陆军的绝对主力。不过，这并不意味北欧国家放弃了对装甲车辆的研发。无论是弓箭手还是斯特赖克、哈格隆和科瓦涅尔的工厂，还是一辆辆地装甲车，不停地开下生产线。其中的翘楚就是至今已经服役30多年的 CV90。西欧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，而东欧包括瑞典在内的几个国家，高原丘陵众多，脚下更是一步一个坑，湖泊沼泽遍地都是。那么在这种环境下，瑞典就需要开发出一种新型的步兵战车，不仅要有更强的火力优势的防护，还要在丛林环境中发挥出足够的战略机动性。CV90 应运而生。1985年7月，瑞典军方与 HB 乌特维克林公司签订设计、研制和制造合同。该装甲车的主要武器是 L70B 型40毫米机关炮，安装在液压驱动的双人炮塔正面的中央，通用底盘的中部，并略偏左于车体中心线。主炮右边是一挺 7.62 毫米并列机枪，炮塔顶部装有双联装照明榴弹发射器。两侧各装有射程为30到40米的3具烟幕弹发射器，共有3名成员。车体后部的载员室内有8个座位，搭载7名全副武装的步兵。车体全重22.6吨，车长6.5米，宽3.19米，高2.5米，车底距地高450毫米，单位功率为17.7千瓦，24马力每吨。最大行驶速度70千米每小时，最大爬坡31度，最大侧倾行驶坡度17度，过垂直墙高1米，月壕宽2.4米，最大行程300公里。以上就是 CV90 的基本数据，供大家了解。我们重点来讲一下它的主炮，就是它让 CV90 成为了丛林战场的王者。L70B 型40毫米机关炮是由著名的博福斯 L70 型40毫米高射炮改装而成，可攻击敌主战坦克的侧装甲和各种轻型装甲车辆。
也可用于对空作战。最大有效射程是对装甲车辆为2000米，对直升机为4000米。火炮的方向射界为360度，高低射界为-8度到正50度。40毫米机关炮是西方国家现代装备步兵战车中口径最大的。不仅如此，经改进的 CV90 40A 型步兵战车又把主炮增加了10毫米口径。不管是它的射程和威力，都达到了同类型装甲车主炮的顶尖水平。近距离观察的时候 ，L70B 就像一把电锯，尤其是在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时候，这就是 CV90 反装甲能力的关键。从以上的历史和数据不难看出 ，CV90 出生于纳维亚森林，训练也在纳维亚森林。从一开始，它的主炮射击就是为了丛林作战。细心的观众可能留意到了，这辆战车有2处不同：一是它的高低射界很大，-8到正50度的角度远高于其他装甲车辆，更高于坦克。这一特点使 CV90 向上可以打飞机，向下可以轰战壕。中间更可以轻松锁定敌方战车，有着非常卓越的火力机动性。和美国的 M2 以及俄罗斯 BMP 战车不同的是 ，CV90 的炮塔上压根儿就没装远程反坦克导弹发射器，因为在森林战场上根本就不需要这东西。M2 虽然可以发射射程为2英里的陶式反坦克导弹，但发射导弹首先需要发射器和目标之间有清晰的视线。炮手需要空间来架设导弹，其次发射的时候还要防止导弹遇到障碍物而过早引爆。还有 BMP3 的反坦克短号导弹，它的射程确实更远一些，但它是一种光束武器，需要制导激光，也需要引导视线。也就是说，陶式导弹和短号导弹在障碍物丛生的环境里，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射程，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。相反 ，CV90 就不一样了。360度的方向，上下大角度的射界，使它能更加快速而精准地瞄准任何一个目标，并及时射击。这是它在丛林中能生存下来的一个优点。另一个优点就是射界大，口径也大，关键是射速还快。弹药基数240发，既有对付飞机和直升机的近炸引信预制破片榴弹，也有对付地面目标的夜光榴弹和夜光穿甲弹。同时采用钨合金弹芯，垂直破甲厚度达110毫米。众所周知，在发射穿甲弹时，树木根本就不是障碍，就算被挡住了一发，下一发也随之而来。试问，什么装甲车能扛得住40毫米口径的穿甲弹？坦克又能承受得了几发呢？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关羽举着大刀，荆轲手持匕首，两人孰强孰弱，一看就知道。但是如果把他俩放在狭小的胡同里，不侧身，两人都过不去的那种，这个时候关公的大刀肯定挥不起来，但是荆轲的匕首却不受限制。就算关公皮糙肉厚，他又能扛得住几下呢？同样的道理，在平原上作战 ，CV90 的配置肯定不占上风，但在森林里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。另外 ，CV90 还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底盘的易用性很高，可以发展多种战斗车辆，包括保障车辆，并形成车族。例如 CV90 F0V 装甲炮兵观察车、CV90 FCV 装甲前方指挥车、CV90 ARV 装甲抢救车，还有 CV90 AMOS 自行式速射迫击炮装甲车。该车炮塔内装有2门120毫米炮管，配有自动装弹装置。CV90 120T 在 CV90 上安装了120毫米火炮，原因是为了将坦克的火力与轻型车辆的机动性结合起来。该车战斗重量约为35吨，而坦克的重量几乎是其2倍。这一设计更加强了战车在复杂地形中的灵活性、机动性。由于设计成熟、价格公道，配置又可以自由定制，再加上北欧造的品牌效应 ，CV90 成为整个西方这30年来卖得最好的装甲战斗车辆之一。始终被人们看作是先进步兵战车的代表。从现在的趋势来看 ，CV90 真的可能用到21世纪中，甚至更往后。像乌克兰战场上的 CV90-40C， 在加装了由萨博公司研发的 Barracuda 机动伪装系统后，大幅降低了光学以及雷达侦测面，有效降低了车内温度，也就降低了被红外热成像发现的几率。不仅如此，在电子系统上 ，CV90-40C 也进行的升级。
可以说 CV9040C 是乌克兰军队装备的第一款具有隐身能力的现代化步兵战车。至于能不能发挥出幽灵般的优势，就看乌军的士兵在战场上怎么运用了。看到这儿， CV90 具体应该怎么使用，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。乌克兰军队应该把它部署在东部地区，以便在树林里有效阻遏俄罗斯的进攻。既然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，乌军指挥官自然也很明白。目前 CV9040C 已经投入战场，地点显示的正是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，再精确一点就是位于巴赫穆特附近的某个地方。很显然，乌军非常利用怎么合理的利用 CV90 的优点。总体而言，作为一种现代化高效的步兵战车， CV90 将给乌克兰带来与美国 M2 相同的帮助。虽然它缺乏反坦克导弹，但是在丛林当中 L70B 火炮对抗俄罗斯的装甲部队已经足够了。对于瑞典来说，此类高端军事装备的援助意义重大。除海防型地狱火导弹外，该国还没有向基辅提供过重型武器。目前，瑞典已经成为了欧盟轮值主席国，正在申请加入北约，这一变化的意义更为重大。2023年初，有人猜测瑞典宣布援助乌克兰 CV90 只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开始。果然，不久之后，瑞典再次宣布将为乌空军培训 JAS-39战机飞行员，同时也有来自50个国家的武装部长在德国施拉姆泰因空军基地召开会议，讨论援助乌克兰的下一步行动。如今，瑞典的 CV90 已经投入战场，相信各国更多的军演很快也会和大家见面。在此之前，就让我们共同期待 CV90 丛林之王在乌克兰东部的表现。